宝贝儿，陈建军，厂子今天正式关停，这300块是你最后1个月工资，拿上走人。300，厂长，我进咱们厂子整整20年，我老婆孩子都指着我的工资吃饭呢，我不能没有工作，您行行好，能不能再通融通融？哼，通融？我跟谁通融去？决定是上面定的，我自己下个月都没着落呢，就300块，爱要不要？完了，这下怎么跟家里交代？老婆，你听我说，虽然厂子倒闭了，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会立马去找新工作的。宝贝，好舒服。刘梅，赵强，你们在干什么？哟，回来了啊，那正好，省得我再去找你说了。既然你看见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没错，我跟强哥在一起了。陈建军，我跟着你吃了这么多年苦，早就受够了。刘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离婚协议我签好了，房子、存款还有儿子都归我，你净身出户。刘梅，儿子是我的底线，你可以让我净身出户，但儿子必须跟我。跟你捡破烂吗？小雨1学期学费加生活费2万块，你有吗？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儿子？行了，陈建军，看着我宝贝儿的面子上，我会给你那个儿子钱让他读书。至于你，赶紧签字滚蛋。小雨，爸对不起你，是爸没能奶奶，爸连你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你跟着他，至少能念完大学。我签完字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你。小雨，爸爱你，但是爸现在什么也给不了你，你跟着他，至少能读你想读的大学。小雨，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爸会经常来看你的。哟，这不是当年车间比赛拿第1的陈建军吗？当年赢我的时候，腰杆挺得比车床还直，怎么着？现在沦落到捡破烂了？王建国，我不想跟你吵，我靠自己的手吃饭，不丢人。陈建军，承认吧，你就是个废物。你现在连老子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30年，我兢兢业业在机修这个行业干了30年，连孩子都养不起，就连老婆也出轨了。老天爷，你不公平！怎么回事？能看到机车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这眼睛能透视了。电机内部线圈完好无损，核心零件几乎零磨损。这是早年进口的绝版电机，市面上早就断货了，价值千金啊！老板，这堆废铁多少钱？我要了。这一堆都堆在这里半年了，你要的话，给120拉走。80，我身上就80块了。这玩意儿在您这儿就是块废铁，您不如卖给我，就当是开张了。行，80就80，你拉走吧。之前听工友说，王总的设备翻新厂子正好在找这电机，卖给他的话，钱应该不会少。电机还是原装进口的，老陈，这玩意儿我找了大半年都没找到，你可真是救了我的命。老陈，你开个价，我绝不还价。王总，依您看，这电机值多少钱？老陈，这电机我刚看了一下，我给你算80%新收，也就是6000。手机拿出来，我给你转账。您尾号2233的银行卡到账6000元整。那是二手设备交易市场，以前所有人都欺我辱我，现在有了黄金眼，也该我翻身了。哪儿来的收破烂？走错地方了吧？看我不好好坑他一顿！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上好的二手设备，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魔床内部的进口原装主轴还是完好的，精度比市面上的普通新漆还高出一截。
只是主轴损坏了，但我能修。老板，这台磨床多少钱？你说这台机器啊，18000，你看这都还是新的呢，你拿回去就能直接用的。老板，你这话也就骗骗外行，这主轴都坏了，机器根本就用不了，要不然你也不会扔在角落里。1800，不能再多了。没想到遇上个懂行的了，这对废铁我500块钱收的，1800卖给他，我还净赚1300。成交，当场给钱，概不退换哦。放心吧，我不会退的，我还要拿它赚钱呢。收破烂的别修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这磨床我早就找厂里面的大师傅看过，主轴损坏了，根本不可能修好的。别人修不好是他没本事，这世上还没有我陈建军修不好的机器。成了。老陈，这可是进口的原装主轴，这种顶尖精度，现在有钱都买不到。我出3万，这磨机我要了。什么？3万？您没看错吧？这主轴坏了，根本不能用啊！主轴我已经修好了，现在跟新的没什么区别。王总如果要的话，现在给我转账，机器就能拉走。好，支付宝到账3万元。张彪刚才1800卖给人家的，这波看走眼，简直亏到姥姥家了，转手就赚了几万块，这人有点本事啊！住酒店太贵了，赚的钱得攒着给小雨，我还是去姐姐那里借宿一下吧。陈秀兰，下半年五金店房租涨1000，你得给我1万。怎么又涨房租？前段时间不是才涨过吗？最近好多厂子都倒闭了，店里面生意不景气，能不能不涨了，或者少涨点也行？交不上，这周就给我收拾东西，卷铺盖滚蛋。我这地方是旺铺，有的是人想租。不就是房租吗？我给了。你哪来1万块钱？你可千万不能去借高利贷，别做傻事儿啊！姐，你放心吧，这些天我收废件的时候，凭眼力捡漏转手赚了一笔，钱绝对干干净净。以后有我，没人能欺负你。秀兰啊，不是舅舅说你，建军现在都沦落到收破烂了，他的钱你也敢要？指不定是从哪儿偷的工厂零件，到时候别人找上门，看你怎么办。建军啊，别说做长辈的不照顾你，我给你弄了一批原装进口的2手电动工具，拿去倒卖，比你捡破烂强100倍。电钻内部线圈老化发脆，齿轮磨损严重，转子全是翻新痕迹，这是妥妥的报废拼装货。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批货内部的线圈早就烧了，换的是劣质旧件，齿轮也都磨平了。这东西买回去用不了3次就会短路爆炸。您这是被人骗了，还是故意来坑我？你胡说，这可是进口货，你懂个屁！第3把角磨机的转子内侧有原厂的报废钢印，转子外侧有明显的打磨痕迹，你自己拿放大镜看。要是不信，咱们拆开来验。给脸不要脸！你们给我等着！姐姐还不知道我离婚净身出户的事情，我还是出去找个出租屋，别让她担心了。姐，你没事我就先走了，我改日再来看你。这是姐亲手蒸的包子，你以前最爱吃了，你带回去吃。老陈，下周机械厂有一场内部重型设备拍卖会，会流出不少好货，要不要一起去淘金？去，不仅要去，还要赚笔大的。老陈，最近有个厂子倒闭了，机器在公开拍卖，你跟我一起去，顺便帮我出主意。我把要拍卖的机器照片发你了。这是重型车床，如果能拍下来修好，就能大赚一笔，小雨的学费就有了，我也能挺直腰杆去见小雨。哟，这不是我老婆那个捡破烂的前夫吗？这拍卖会都快结束了，你才来，是赶着来扫地吗？骑自行车过来还是太慢了，不过好在东西还没被拍走。各位，今日的最后一件拍品，旧款数控洗床，因存放时间过长，机器不能使用，起拍价15000。这台数控洗床都放3年了，听技术员说里面的核心数器早就烧坏了，拉回去当废铁都嫌占地方。这台洗床内部那套绝版的进口数控系统核心模骨竟然完好无损，表面只有1根外界火线老化断裂，只需更换1根几毛钱的电线，就能立刻完美运转。15000，我要了。花15000买一堆废铁，真不愧是捡破烂的专业对口啊！它在你手里是废铁，
但在我手里就是金子。把这根老化的零线和火线换掉，重新接入主电轨通电。这运转声平稳顺畅，精度竟然丝毫不差。天哪，这是绝版的进口原装数控系统，现在市面上就算花几十万也买不到这种精度和成色。75万，这台机床我立刻要了，今天就拉走。75万，以前我在厂里面累死累活，1个月才赚5000，我真的有钱了，我可以把小雨接回来了。老陈，你这眼力，整个设备行当里你认第2，没人敢认第1。厂子倒闭了，你就没想过另立门户，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老板，你有真才实学，又有眼力，你不当老板谁当老板？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厂子里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他说的没错，我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就要摒弃掉给别人打工的想法，我要自己当老板。核心铸铁气缸竟然是完好的，爸，您留下的这批老旧设备真是一笔巨大的宝藏，我一定能用它们办起厂子，把小雨光明正大的接回来。陈建军，这农机站都废弃好久了，你进去干什么？村长，我想租下农机站，办一个机械加工厂子，厂子免费教大家加工技术，还按件计酬，只要愿意学愿意干的，人人都能报名，每个月工资保底4000。陈建军，你少在这画大饼，农机站那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是说租就能租的。李老二，你倒是说说，我租下这地方建厂子，带着大家一起赚钱有什么不好？我亲眼看到你前2天还在捡破烂，一下子就有钱建厂子了，短短几天时间有这么多钱，这钱指不定来路不正，到时候肯定连累我们。这是设备是翻新厂王总给的长期外包订单，这是办下来的企业执照，土地租金我一次性付清，手续全部合法合规，我的钱干干净净，不怕任何人查。东西没错，建军，你建厂子的事儿我同意了，谢谢村长。厂长，看看我力气大，能搬东西，我会出去刘梅啊，我跟你说，陈建军发财了，要包地建厂呢，手里面有好几10万。什么？那个窝囊废哪来的这么多钱？除了之前留下的能用的设备，还得采购点新设备，全新的负担不起，还是得来二手市场看看。老哥，这可是原装进口煮熟，保证99新，要不是老板急着回笼资金，6万您绝对买不到。这机床外表虽新，但内部全是普通废铁，后期焊接翻新的。既然你想坑我，那就别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穿你的欺诈行径。老板，这机器我要了，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这是原装整体进口，没有任何翻新焊接？那当然。同志，我举报这家店涉嫌欺诈。这台机器的主轴是拆接报废件拼接的，内部齿轮有严重焊接案裂，根本不是原装整机，它却按整机售卖。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是不是胡说八道？检查一下就知道了。刚才2位也听到他说，确定不是翻新的了。你有扰乱市场的嫌疑，跟我们走一趟吧。你好，陈建军先生，我是刘梅女士的代理律师，是来谈小雨的抚养权的，请您跟我走一趟吧。小雨，调解人，陈建军长期没有正式工作，以收废品为生，居无定所，而我方刘梅女士生活优渥。为了孩子的前途和身心健康，孩子应该跟刘梅女士。陈建军，对方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调解员，这是我名下机械厂子的合规营业执照，我完全有能力养活我儿子。我们已经签过离婚协议，现在只有小雨能分1半他的财产，我必须拿到小雨的抚养权。陈建军，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当时说好的，孩子归我，你现在反悔，你还算男人吗？之前是我没能力，现在我有能力，小雨必须跟我，我是不会让他跟着你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安静！我宣布，由于双方资料出入较大，现暂时休庭，等待双方补充材料后，改日再议。刘梅这次搞这么大阵仗，不知道小雨有没有受影响，我还是去大学看一下吧。爸，我还以为你不要我。小雨，爸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呢？之前是爸懦弱，是爸没能力，爸对不起你。爸，
我在那个家过得一点都不开心，你带我走好吗？小雨，这钱你拿着花，爸已经在争取你的抚养权了，你再等等吧。爸，小雨等你接我回家。陈总，刘梅昨天在美容院亲口说要利用小雨的抚养权，逼您交出厂子的1半股份，这是录音。刘梅，小雨拿你当母亲，你却只拿她当谋利的工具，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我得赶紧把设备买好，把厂子开起来，这样才能更快接小雨回家。小李，你先回去，我再去机械市场看看设备。好的，陈哥。周总，您瞧瞧这成色，原装进口铣床，9成新，9成新，要您8万，绝对是友情价，错过了可就没了。7万，只要各项指标没问题，我现在就付定金。等一下，这台机器不能买。它内部的主轴已经过度磨损变形，核心传动轴承全是疲劳运转导致的暗裂。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到我店里来砸场子，滚出去！你是那个在二手设备市场名声大噪、一眼辨真伪的火眼金睛陈建军？幸会，我早年接触过同款机型。这台铣床如果你买回去开机，最多3天就会发生事故，甚至可能伤到工人。你放屁！我这机器刚从合资大厂拉回来，你这是红口白牙的污蔑！既然你说我污蔑，不如咱们当场拆机验证。如果机器没问题，我赔你2倍损失，在报纸上公开给你赔礼道歉，敢不敢？拆就拆！要是机器没问题，你今天不赔我点精神损失费，别想走出这个门！裂纹，这不可能！王老板，这就是你说的9成新原装货？陈师傅，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我这8万打水漂是小，生产出废品砸了重工集团的招牌才是大事。我是重工集团的周正红，周总客气了，我不过是看不得咱们同行被这群黑心商户坑害。下周在省城有一场工业设备拍卖会，内部会有许多重型设备流出，到时候陈师傅也一起去看看吧。好，那就多谢周总抬爱，下周见。陈家军，这种级别的工业拍卖会门票都是要验资的，是谁给你的狗胆混进来的？保安，保安，死哪儿去了？这里有混进来的小偷，还不快赶走！瞧他那穷酸样，这里随便一个小零件都够你搬一辈子砖，碰坏了你赔得起吗？保安，还不赶紧把这人给我赶出去！这位先生，请出示您的入场证，否则我们只能请您出去了。这是重工集团董事长周正红先生的专属特邀函，不信的话，你可以跟你们老板核实。对不起，对不起，陈先生，您请进，周总已经在贵宾席等您了。陈建军竟然搭上了我连话都说不上的周总，真是该死！看我一会儿怎么让你出丑！3号5轴加工机床因损坏严重，第3次流拍，现在进行撤场处理。等等，拍卖师，咱们现场不是有个火眼金睛的陈建军陈大老板吗？人家就喜欢捡破烂，这堆废铁他肯定有兴趣啊！8万块，这台机器我要了，我能修好。陈建军，你不吹牛逼会死吗？你要是能让他当场转起来，我张彪当着所有同行老板的面给你跪下磕3个响头。张老板，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就行。原来是油路被拉卡死，地线与火线在出厂时接反了。我的天，居然真的修好了！这可是原装进口的5轴加工，工厂效率至少提高1成。老弟，不，陈大师，我出80万，这机器转给我，我出100万。陈大师，卖给我，我厂里急等着用它开工。成交，100万，我卖你。老陈，你这一手可真是让在场的所有豪家都开了眼界。走，后面压轴的重型机业拍卖要开始了，咱们去主会场。喂，老叔，怎么了？建军，不好了，你快回来！李老二带着村里几10号流氓刺头，拿着铁锹把厂子的大门给砸了，你快回来吧！什么？乡亲们，陈建军这小子卷着咱们的血汗钱跑路了，咱今天砸开这门，把厂子的机器都抬走抵债。真的假的？建军这孩子打小就老实，看着不像是会卷钱跑路的人啊。再等等看吧，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要是工钱真没了，我也得抢台电机回去。李老二，大白天的，你带人砸我的厂，谁给你的胆子？赶紧滚，否则我立马报警，让你牢底坐穿。不是说他回不来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只想图财，可不想进去啊！
我也是听城里人说的，我也是为了大家伙好。既然你没有跑，我就先走了。建军啊，幸亏你赶回来及时，不过眼下出了另一件急事，你快跟我去田里看看吧。建军啊，你看这几天大旱，咱们刚从镇上买的抽水机全是坏的，镇上店铺说不给退，再抽不上水，咱村今年几百亩地可就颗粒无收了。老叔，这几台抽水机外表是新的，里面全是用报废翻新件拼凑的，你们被人坑了。别慌，我现在就修，今天一定让大家交上水。啊，你连这洋玩意儿都会修？成了！天哪，真出水了！建军，你这手艺简直比镇上的老师傅还神！神了，建军，你真是咱村的救星啊！喂，周总，老陈，我刚得到消息，张彪联合了那个外地过来的黑心资本，准备在明天的压轴精密挡戳拍卖上疯狂抬价，给你做个死局，想用天价套牢你的现金流。陈建军刚被他村里的破事拖住了，估计明天才能赶回。明天竞拍这台压轴糖床，咱们就往死里抬价。只要陈建军举牌，咱们就套死他，让他花天价买下这台带有暗病的残次品，让他彻底破产。放心，张哥，我们集团资金雄厚，明天的拍卖会就是陈建军的葬身之地。各位老板，压轴拍品，原装进口精密装机，自带原厂工艺专利，可直接承接高端船舶及航天零部件订单，起拍价5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80万，120万，130万，140万，160万，160万，这价格都够买2台国内的新机器了，这俩人抢疯了吧？哟，陈大顾问，怎么不跟了？刚才不是挺能耐吗？这就没钱了？周总，他们不知道这台机器底座夹层里有绝版刀具组和全套工艺图纸，光是那套刀具市面上就值200万，只要价格在160万上下，买到就是赚到。快跟，陈建军绝对看出了什么，只要咱们把刀具图纸抢过来，转手就能赚200万。165万，165万，成交！恭喜这位代表。哎呦喂，这里面不就是几块生锈的压舱配重铁块吗？也值得你花165万。张彪，你不是说陈建军的眼光100%准吗？200万的图纸呢？老子花了165万，就买了一堆带暗病的废铁和铁块。老陈，你这一招反向借刀杀人玩得太绝了，不仅没花1分钱，还直接让张彪和那帮黑心资本吐了血。他们心术不正，想用我的眼力来满足他们的贪欲，那我自然要送他们一份大礼。干得漂亮！走，去我集团总部，有件正经的大事要跟你谈。老陈，实不相瞒，重工集团之前因为缺乏顶尖的设备制件行家，吃过不少假冒进口零件的亏，损失惨重。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起我正式聘你为重工集团独家设备检测顾问，年薪100万加项目分红。陈师傅，希望你不要推辞，您对我帮助良多。陈师傅，不好了！刚才短短半小时内，跟咱们厂子合作的本地10几家钢材供应商全部发来函文，单方面解约。为什么？他们说，行业联盟的几个元老联合下了封杀令，谁要是敢给陈建军的厂子供货，就抵制谁。现在本地没有任何要买给我们1两钢材。周总，我先回趟厂。建军，完了，全完了，供应商全断了货。可咱们跟市里切的300万零配件订单，半个月后必须交货。要是逾期交不出货，咱们不仅要赔600万的违约金，厂子的资质也得被注销啊！这帮天杀的供应商，宁可赔违约金，也死活不肯送货。建军，咱们该怎么办啊？村长，你先回车间安抚工人的情绪，告诉大家工资少不了1分，原材料的事情交给我，天塌下来由我陈建军顶着，我亲自去钢材市场看看。陈师傅，不是我不卖给你，行业联盟放了话，谁敢给你供货，就会遭到全行业抵制。我不敢冒这个险。是啊，陈师傅，你还是去别处问问吧，我们这小本生意得罪不起人。老张哥，你这批货不是304不锈钢，而是高仿的镀镍不锈铁，韧性差了1倍。你要是当成不锈钢卖给大厂，
到时候查出来不仅砸招牌，还要赔得倾家荡产。真的吗？我就觉得手感不对，您可救了我的命啊！陈师傅，城郊废钢堆场里，昨天刚拉来1万吨船厂报废余货，或许你能去沙子里淘草金。好，谢谢老哥。老板，推厂里那批船厂退下来的边角料我全包了，你开个价。你来晚了，这批废钢今天上午刚被张彪预定了，他们下午就来签合同，说是要全部拉去回炉销毁。张彪还真是哪儿都有你啊！张彪出多少，我出双倍，当场付全款，货我自己拉走，不用你出力。另外，以后我厂子所有的废料全部从你这儿拿，现款现结。这也都收了张老板定金了。老板，张彪平时压你价，赊你账，这几年少坑你了。违约金我帮你出，是跟着他继续吃亏，还是跟我现款现结，你自己选。张彪那孙子天天扣我秤，我这就开侧门，你让人赶紧进来搬货。老板，我交了定金的货呢，你居然敢把老子的货卖了！张彪，你的定金老子双倍退你。人家陈总给的是现款，而且不拖欠，你以前赊老子的账，今天正好一并结了。给我通知仓库的老廖，让他晚上想办法溜进陈建军的原料库，给那批钢材里加点猛料。我要让陈建军这批订单彻底变成一堆报废的垃圾。老张，按我画的线切割，每一块材料的转角处留出2毫米的公差，整块钢板的利用率能提到90%以上。我的天哪，陈师傅，您这手艺绝了！这尺寸画的比我们用电脑排盘还要准，这得省下多少料啊！是啊，跟着陈师傅干，不仅能学到真本事，这工资拿的也踏实。咱厂子有陈师傅在，谁也垮不了。陈师傅，真是神了！这批特级钢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比我们之前从合资大厂买的还要高出一个等级，太完美了！陈师傅，我想跟贵厂子签署一份为期3年的独家战略合作协议，首期订单再追加3倍。当然可以。不对，这是掺杂了工业废铁的伪劣轴承，含碳量极高，质地极脆，只要卡车开动，在运输的颠簸中就会全部碎裂。停下！全部停下！老廖，里面混了120件掺了生铁杂质的报废次品，你怎么检查的？陈总，真有次品，里面全是劣质铁，一共有刚好120件。陈总，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外面的人送货送错了。老廖，昨晚只有你值夜班，入库单签字的也是你，你是要我现在调监控，还是你自己招？陈总，是我一时糊涂啊，是张彪，他给了我2万块钱现金，还威胁我要是不干，就让我儿子在城里待不下去。张彪，你3番5次想要置我于死地，既然你这么想玩，那我就陪你玩个大的。李总，实在抱歉，今天装车时发现这批货被人掺了次品，我已经叫停了，但第2批货要延迟3天交付，所有的违约赔偿我陈建军1分不少，全部承担。陈师傅，这年头做生意有瑕疵，大家都想着怎么瞒。像你这样主动把证据和次品送上门来的，我还是头一回见。就冲你这份比金子还真诚的信誉，别说等3天，等10天我都乐意。以后的合同咱们长期签。多谢李总信任，不过有些砸行业招牌的毒瘤，今天也该清理。各位同行，这是张彪这么多年来用报废翻新件坑害大家、打压同行的铁证。这个败类居然在同行背后使这种下三滥的绊子！陈建军，你这是栽赃，你这是胡说八道！张彪，证据都在，根据行业守则，即日起取消张彪机械行业联盟会员资格，永久拉入黑名单。陈建军，陈老板，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陈杰军先生，关于陈小雨的抚养权问题，第2次调解将在10点准时进行，请您准时到达。
根据陈建军先生提供的新证据，您在婚内出轨并偷偷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的10万元存款。此外，您的现任伴侣赵强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相反，陈建军先生目前具有极高社会声誉，资产良性，因此您要求争夺抚养权的诉求驳回申请。你们是不是收了陈建家的黑钱？我要去告你们！陈建军，你给我等着！老娘不要让你身败名裂！喂，李老师，是小雨出什么事儿了吗？陈先生，不好了！刚才学校收到10几封举报信，说您品行不端赚黑心钱，现在全校都在议论小雨。小雨，你当着你所有同学的面大声说，你爸陈建军是不是个靠收破料做黑心假货骗钱的无赖？你以后还认不认他这个爹？天哪，原来陈小雨他爸是开小作坊的啊，还赚黑心钱。这妈也太狠了，竟然跑到学校拿亲儿子的前途当枪使。妈，你闹够了没有？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爸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老娘是在替你争家产，为了你的前途好。你今天不当众跟你那个垃圾爹断绝关系，我就在你们学校门口跪着喊一天，让全校都知道你爸是个什么货色。够了！你再逼我，我永远离开省城，让你一辈子也找不到我。小雨，你没事吧？爸来了，爸带你回家。记住，不管发生什么，爸永远是你的后盾。天塌下来，爸给你顶着。老陈，省内龙头重工的高端船舶零部件项目招标，只要咱们拿下，就能跻身省内1线厂商。我已经给你报了名。周总，大恩不言谢。今晚我就带工人们吃住在车间，制作样品。儿子，跟爸回家，爸给你包你最爱的荠菜馄饨吃。站住！我们宏远集团今天包下了整场检测，上头打过招呼，像你们这种没资质的小厂黑作坊，一律不准进，赶紧提着你的破烂箱子走，别在这碍眼。我是受邀前来送检的竞标方，这是我的电子报备文件和纸质通行证，报备了也没用，领导不在，我做不了主，等领导回来再说吧。现在离送缴截止只剩5分钟，耽误了项目的检测进度，你来负责吗？哼，担不担得起，也轮不到你这泥腿子在这说教。今天有老子在，你就别想进这个门。放肆！陈建军是我们重工集团联合推荐的省重点项目竞标伙伴，出了任何差错，我周正红亲自去给领导汇报，给老子让开！哎呀，原来是周总，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陈总您快请进，快请进。宏远这参数够狠啊，精度和耐磨蚀度几乎达到了行业极限，这次重点项目第1名非他们莫属。谁能在技术上跟我们宏远拼？一帮土包子！检测通过，全项指标优于行业标准1级。这不可能！高纯度特级钢，各项微米器精度比现有的国家标准还要高出整1个等量级。不可能，作弊！他一个农村小厂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精度的东西？他们肯定作弊了！我要求立刻重检他们的样品。张总，与其怀疑我的样品，倒不如多操心操心你们自己。你的样品内部有一处细微裂纹，就在主轴1/3处，长2毫米。陈师傅，无凭无据恶意眼黑竞争对手的样品，是要被直接取消竞标资格并终生行业拉黑的。你有证据吗？这是宏远由于淬火不匀留下的致命隐患。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现场验证。如果我说错了，我主动退赛，永不参与行业招标。神了，真的有裂纹！陈师傅这眼力简直是活神仙啊！宏远集团样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取消本次入围资格。综合评分，排名第1。陈师傅，我们宏远集团的老板林宏远想请你喝杯茶，聊聊合作。我不认识什么林老板，有话让他明天在招标会上公开说。陈师傅，林总请人喝茶，还没人敢不给面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对大家都好。这个陈建军是个人才，能为我所用是他的福气，如果不能，那就彻底废了，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宏远招标的事。明白，林总，人已经带到了。陈师傅，久仰大名，我是宏远集团林宏远，
林老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请我过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陈师傅爽快，我们宏远集团愿意注资控股你的厂子，给你30%的股份，年薪500万，你只管技术，条件是退出这次招标，怎么样？林老板，厂子是村民们的饭碗，我陈建军就是穷死，也绝对不会为了500万抛下信任我的乡亲们，一个人来当你们宏远的走狗。告辞。陈建军，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小小的作坊，老子要想捏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陈总，不好了，刚才突然冲进来一帮蒙面人，把咱们全厂的核心供电电缆全用铡刀给剪断了。陈总，不光电路剪了，这批进口原料也被他们泼了废油，下周用的材料怕是全废了，监控也被砸坏了。别慌，立刻报执法员备案，今晚起连夜安装全新监控，加派10名安保24小时巡逻，这批料我来想办法补救。谁让你们这帮蠢货去泼油的，下三滥。不过既然做了，尾巴就给我扫干净。明天开始，给全行业里放话，谁敢跟陈建军合作，就是跟宏远过不去。你是谁？我是陈建军的前妻，是张彪介绍我来的。这里面是我伪造的陈建军的黑料，能让他身败名裂。事成之后，我只要20万。有意思，不愧是同床共枕的人，够狠。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能让他在会前滚出省城，我给你50万。陈总，不好了，宏远告咱们专利侵权，索赔500万。厂子往来业务的银行已经冻结了咱们所有的流动资金账户，还有好几家合作账都打电话来要解约。招标办也发来通知，有人举报您品行有问题，已经暂停了咱们的资格。乡亲们，我听说陈建军的账户都被封了，工资肯定发不出来，指不定他哪天就卷钱跑了。咱们赶紧去找他要工钱吧，不然到时候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不能吧？陈总平时对咱们挺好的，咱不能这时候落井下石吧？良心能值几个钱？真金白银拿到手才是真的。走，找他要说法去。建军啊，村里都传厂子要黄了，好几个人都开始找下家了，这可怎么办啊？乡亲们都给我住手！我陈建军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厂子就垮不了，月底工资也会一分不少的发给大家，我说话算话。陈先生，专利仲裁流程可不短，就算胜诉，账户也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对方恶意仲裁的证据，咱们耗不起。下周的招标会也直接彻底玩完。这内部关键受压垫厚居然只有5毫米，密封橡胶圈还使用了极易老化的工业再生胶，根本无法承受专利中标数的超高压强。有了，宏远这套所谓的核心专利参数造假，实际产品根本达不到标注精度，是靠虚假宣传拿的专利。通知我们所有法务人员，今晚通宵整理宏远专利造假的检测报告，我要去反诉他们恶意仲裁。周总，我手里已经掌握了宏远集团核心专利造假的铁证，这一次我要让他们不仅丢掉标，还要吃牢饭。陈总，不好了，10几个工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说怕厂子黄了，要提前结工资。门口还来了几个记者，说有人举报咱们产品造假，要采访。记者同志们，快拍啊！这就是那个涉嫌专利侵权，还准备卷款跑路的黑心小作坊老板陈建军，大伙快找他退还血汗钱啊！这厂子都停工2天了，这要是彻底黄了，咱们上哪儿要工资去？你们还想要工资？宏远大集团都告咱们侵权了，光是赔偿就要陈建军赔500万，厂子的账户早被银行封了。我看大伙赶紧去车间抬电机，先到先得啊！全部给我闭嘴！哟，陈厂长，您来的正好，光喊声音大有什么用？你总不能凭空变出真金白银来发工资吧？乡亲们，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3天之内所有人工资照常发放，1分不少。如果大家拿不到，我陈建军任凭大家处置。行，我们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们拿不到工资，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毕竟各位都是要养家糊口的。陈总，出事了，宏远追加了临时资产申请，咱们核心生产设备的对应额度已经被银行冻结，生产线随时要全面停工。陈总，宏远这招太损了，临时监管一起启动，咱们连新原料都进不了，订单都得违约。慌什么？林宏远能申请监管，我们自然也能反客为主。你立刻加急整理宏远的反仲裁材料，每一项证据标注清楚来源，明天一早就提交材料。好，我现在就安排团队通宵整理。周总，
麻烦你出具一份第三方企业担保函，先稳住咱们的银行冻结额度，剩下的由我来解决。我去一趟宏远的线下门店。先生您好，您眼光真好，我们这3款都是行业爆款，参数全是顶尖水平，专利认证齐全。是吗？我们厂子下个月正好要进行大批量采购，听说你们的专利数据十分亮眼，我特意过来看看实物参数，回去好给领导写采购方案。先生，您看这壁厚足8毫米，轴承全是进口的，用个10年都没问题。标注厚度为8毫米的阀体，实际厚度只有5.2毫米。标注的进口高合金轴承，金属材质中含碳量极高，这完全是劣质生铁翻新件。多谢介绍，我回去再对比对比。你好，我们是行业仲裁的，从即刻起，陈建军厂子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贴上封条，生产线全面停工，不许私自启用。怎么又被封了？这下设备都贴了封签，咱们拿什么干活？完了，咱们的血汗工钱这下彻底要打水漂了。陈总，你可回来了，把咱们吃饭的家伙全给封了，这可怎么办啊？这2天大家先带薪休假，我会解决的。明天就是仲裁的日子，林宏远，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评审员，我方提交的专利文件齐全，对方侵权事实明确，请求立刻查封陈建军厂子的所有核心生产设备，并冻结其账户。被申请人陈建军，你方对侵权指控是否有异议？评审员，我方不仅有异议，还要提交反仲裁申请。经实测，宏远集团这款产品标注壁厚8毫米，实际仅5.2毫米，其标注进口高端轴承，实际为低配，核心参数与专利标注偏差超过30%，属于实质性造假。除此之外，我方还有完整证据链，证明宏远买通我厂员工，深夜派人潜入厂区破坏生产。我方要求宏远赔偿名誉与经济损失共计1000万元。你们这是恶意诋毁，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评审员，我是陈建军的前妻，我作证，陈建军创办厂子的启动资金是我们婚内共同财产办下来的，他的厂子理应有我1半股份。刘梅，你连我厂子注册日期都记不清，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来做伪证？这是厂子注册时的全部出资流水，还有我的婚前财产公证，每一笔资金都来自我离婚后的个人积蓄，和婚内财产无关。证据属实，刘梅伪造证据，干扰仲裁秩序，带下去。本事件事实清楚，现驳回宏远全部仲裁请求，认定其专利造假，恶意仲裁属实，即刻解除厂子账户与设备监管，宏远赔偿厂子1000万元。陈建军先生，虽然你的仲裁赢了，但宏远对你的品行举报还在核查流程里，所以你的竞标资格暂时不能恢复。只剩不到5天时间了，这最后一战，我绝对不能输。陈建军，流程没走完，你天天来这里找我们也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各位，既然是走流程，那我今天就带齐了所有证据，我们当场把这些不实举报逐条澄清。这是行业仲裁的裁定书，已经认定宏远集团恶意仲裁，专利参数造假。这是我们全村村民的联名担报信，还有10多家合作客户出具的信誉证明。伪造证据的刘梅已经被记入失信档案，所谓的婚内财产转移纯属诬告。宏远都造假被实锤了，这举报明显是恶意的。是啊，人家连村民联名信和重工集团的背书都有。要是我们把这么优秀的企业拦在门外，上面追责下来，咱们可担不起啊。陈先生，经紧急核实，宏远对你的举报内容不实，现在正式恢复你厂子的竞标资格。陈总，怎么样？仲裁赢了吗？设备能解封了吗？乡亲们，咱们赢了！仲裁裁定宏远恶意仲裁，设备监管全部解除，竞标资格也拿回来了。太好了！嗨，弟兄们，都别愣着了，赶紧开工！咱们全员加班，把用的最终样品赶出来，拿个第一给他们看看。对，让宏远那帮小人看看，咱们厂子不是好欺负的。陈总，宏远集团今天都被招标办彻底拉黑了，您怎么还特意让我们加装这么多监控，甚至把夜班安保的人手都翻倍了？林宏远摔了这么大的跟头，以他的阴狠性子，绝对会走极端。防患于未然，总归没错。夜班安保人手加倍，
仓库、车间每半小时巡逻一次，监控全程录像存储，别放过任何死角。陈总放心，我们保证盯紧每一处入口，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大半夜的，3位拿撬棍来我们厂子是有何贵干？陈总，你看，人赃并获，肯定是宏远干的。他们是想把这些掺进咱们的原料里。明天带着人证物证，跟我去见林宏远。哎呀，陈厂长，大清早的带这么一堆照片来我这儿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林总，深夜让人潜入我仓库，往原料里掺劣质钢，难道不是你授意的？不会，您看，咱们都是同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怎么会害你呢？这绝对是底下人擅作主张的误会，我立马开除他们几个，给陈总一个交代。林宏远，别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中间人张教授那边，你帮我递句话，在评审上找个由头，就说厂子产能资质不足，把陈建军刷下去。放心吧，林总，张教授那边我来安排。陈建军这次插翅难飞。下一位，陈建军。等等，我有异议。一个乡镇农村厂子，既无高端加工资质，也没大型项目经验，也配竞标核心船舶零部件订单？我们的产能证明、资质文件与过往项目案例都在申报材料里，各位老师可随时核验。张工，申请材料我们都审过，现场临时加考核不合流程吧？纸面材料谁都能做，真本事得靠活计说话。真金不怕火炼，要是他真有本事，还怕考核不成？就用这台老车床，加工标准座差样件，20分钟内出成品，精度达不到行业1级标准，你直接退出本次招标。这老车床都闲置10年了，老规早就磨损变形，根本干不出1级精度，摆明了刁难人。这下麻烦了，不接等于认怂，接了铁定出丑。我接了，别说1级标准，就算超精级，对我来说也不是难题。大径15.868，中径14.925，这是超精级水平。超精级水平，这怎么可能？不过是个简单样件儿，代表不了核心部件的加工能力，算不得真本事。这是船舶核心筹招的加急图纸，给你24小时拿出合格成品，做不到就自动退出本次竞标，永远别再碰省内重工项目。就这点难度，回去告诉林宏远，这个标我陈建军拿定了。乡亲们，这是咱们厂子的生死一仗。张明给的这张图纸最难的地方在于这2处薄壁悬空位置，加工时极易发生共振和应力变形。陈哥，这2处薄壁变形是行业公认的难点，大厂都不敢保证一次成型，咱们能行吗？按我标的参数走，前期排产留了2个小时缓冲，稳着来，每一刀的推进量卡准，出了问题我担着。都办妥了吗？林总，都安排妥当了。厂子那条线上的供电专线，半个小时后就会全线停电，没个半天时间绝对修不好。我让他们连一个零件也做不出来。做得好，明天老子要在全同行面前看着陈建军像条死狗一样跪在地上退赛。不好，全停电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停？完了，陈哥，这一停至少得半天，工期铁定赶不上了。慌什么？别忘了咱们村是靠什么起家的。老三，带2个人去仓库启动备用发电机，剩下的人原地整理工具，等电一来立刻开工。陈哥，刚才跳闸了一次，现在稳了。班组长，立刻调整工序优先级，先赶制核心轴件，次要打磨工序全部延后，务必保证核心部件优先完工。这次多亏了张工，厂子昨晚停电了1整夜，陈天云那小子现在估计还在抱着一堆没加工完的废铁哭呢。等事成之后，宏远在省里的技术顾问职位非你莫属。哪里，这都是宏远的实力所致。一个小作坊也配染指重点工程？怎么可能？停电1整夜，你怎么可能做得出来？不可能，专线断了，你怎么可能做得完？林总这么关心我们厂子的进度，可惜要让你失望了。圆度达标，同轴度超设计要求3成，表面粗糙度优于标准2级。所有参数全部达标，核心指标甚至超出设计要求3成。我宣布，本次核心船舶零部件项目中标单位为建军农机专业的厂子。接下来我会派苏明去厂里跟你对接。陈老板，我得再跟你说清楚，中标的项目工期只有7天，容错率为0。真要是逾期，双倍违约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这厂子
都得赔进去大半。苏先生放心，如果逾期，我双倍赔付，绝不反悔。周总，帮我打听一台进口高精度数控磨床的下落，型号我发你。老陈，你可真敢接啊！不过巧了，城郊倒闭的红星机械厂仓库里封存着一台同型号磨床，已经报废10几年了。你要是能修好，那真是捡到宝了。周总，地址发我，我现在过去看看。主轴导轨有锈蚀，但精度损失在可修复范围内，核心部件未损坏，电控与管路均可更换修复。老哥，主轴和导滚底子没坏，能修。这台磨床我要了，全款我现在就可以支付，麻烦办一下手续。实在对不住陈老板，这台设备上午刚被人预定，交了定金，买主下午就来签合同拉货，我也不好反悔。预定的买主是谁？是宏远集团林总的远房表弟赵磊，他们说要拉回去拆零件，不过只交了2000定金，还没签正式合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抢我赵磊看上的东西，活腻歪了。老哥，我除了全款支付设备款，还免费帮厂区修复另外3台闲置的故障机床。你把这台磨窗优先卖给我。3台机床，你真能修好？那可是躺了5、6年的废家伙，修好了能省几10万。我当是谁敢跟我抢东西？原来是个开农村小作坊的土老板。高端数控设备你也配玩？你跟他废什么话？我再加2成价格，现在就签合同付款。这种废铁也就我愿意花钱收。就你这漏洞百出的维修方案，买回去也只是一堆废铁，根本开不了机。你说什么？第3页第7行，液压回路压力标12兆帕，这机型额定只有8兆帕，一开机油管直接爆，设备一启动，主轴直接爆死，彻底报废。他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方案没问题吗？赵总，他说的都对，这方案确实有问题，我们本来打算拉回去再改。既然你们都想要这台磨床，那就比一比真本事，谁赢了归谁。公平，谁能当场修好这台精密车床，加工出合格样品，这台磨床就优先卖给谁，价格不变。行，我接了。你也上，要是修不好，我扣你全年工资。开始。这可是停了3年的老家伙，别说修，拆都不好拆。这陈老板胆子真大。我看选赵老板带来的师傅可是干了10几年的老技工，他都摸不着头绪，一个厂子的能行？磨磨蹭蹭干什么呢？一个破车床都修不好，老子白给你开工资了。赵总，这机型线路全是改装过的，找不到基准点，我没法校准主轴啊。我把参数改了，看你还怎么修。还剩最后5分钟，没完成的抓紧了。时间到，所有人停手。等等，他肯定作弊了，这么短时间不可能修好，我要查他的车床参数。慢着！怎么可能？我明明……赵老板明明什么？明明趁我不注意，偷偷拧了手轮，改了我的参数。赵老板，赌局讲的是公平。你玩这种小动作，未免太不上道了。还愣着干什么？走！表哥，磨床被陈建军拿走了，你们赶紧在路上动手，绝对不能让他把设备拉回厂子。人可以走，把磨床留下，不然别想完好离开。光天化日拦路抢设备，你们想清楚后果了？少废话，识相的赶紧让开。周总，可以让人过来了。我们是记者，你们的行径我们已经都录下来了，视频已经同步给行业商会，请立马离开。少拿商会压我，我不吃这一套。好，我现在就给商会会长打视频，你可以当面跟他们说。陈建军，算你狠，你给我等着！陈哥，怎么了？哪里不对吗？主板被动过手脚，灼烧痕迹是新的，
烧毁程度比我之前看的严重，应该是赵磊交定金后，派人偷偷进仓库烧的。这主板是进口原装的，咱们根本买不到配件，这可怎么修啊？主轴和导轨没问题，电控部分改本地替代线路就行。立刻整理工位，准备拆解电控柜。老板，实在对不住，宏远集团那边打了招呼，全省的液压配件商谁都不敢卖给你。货款我原路退回，再加10%违约金。你们怎么能这样？做生意还讲不讲规矩？陈哥，没有专用液压阀，磨厂的液压系统根本启动不了。7天工期本来就紧，这下全完了。我知道哪里有配件。哪里有啊？咱们都问遍了，市内根本拿不到货。红星机械厂仓库里，另外3台闲置机床中，有1台同款液压磨床，阀组是通用的。备车，跟我过去。陈建军，我就知道你会来打那3台旧机床的主意。实话告诉你，这3台机床我已经全包了，里面的零件你一个螺丝都别想拿走。赵磊，你包下来有什么用？你又修不好，放着也是一堆废铁。呸！老子就算当废铁砸了听响，也不卖给你。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跨过去！赵老板，你只交了定金，还没签正式合同，按规矩我不管，定金交了就是我的。今天谁敢进去拆零件，我就砸了他的车。老哥，我跟你做个交易，半天之内我把3台机床全部修好，能正常投产使用，你就把磨床需要的液压阀组免费拆给我用，怎么样？成交！只要你能修好，零件随便拆。你疯了？他怎么可能半天修好3台？这绝对不可能！我修不好，磨床我不要了，转身就走。我修好了，你立刻带着人滚，以后别再来捣乱。好，我跟你赌，你要是修不好，不仅磨床不能要，还得给我跪下磕3个头！你看那2下子跟闹着玩似的，还想修机床？等会儿装都装不回去。还是您说的对，那陈建军肯定是装样子。陈老板，好本事！您让这3台设备起死回生，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怎么样，赵磊？我修好了，带着你的人赶紧走。陈哥，成了，精度比要求的还高，这台磨床彻底修好了，7天工期绝对没问题。苏总，陈老板，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客户临时把工期压缩到6天，还必须提前1天交货。要是做不到，不仅双倍违约金，还要赔偿客户的省外终端损失，加起来是货款的5倍。知道了，那就按新标准执行，6天内交货。陈哥，客户那边怎么说？是不是订单出变故了？客户要求工期从7天压缩到6天，违约赔付5倍货款。5倍？咱们全厂子家当加起来都赔不起啊！是啊，陈哥，本来工期就卡得死死的，现在又少1天，这根本赶不及啊！陈哥，这点位标的也太密了，跟原厂给的标准都不一样。不用找外厂代工，仓库里那台闲置的老式超声波探伤仪，更换高频探头，重校算法就能达标。可是陈哥，那台设备扔了快10年，去年盘库都开不了机，能改成国际级精度。核心部件没坏，只是电路老化。明天一早你去设备租赁公司租一套同规格校准工装，我来改设备。什么？所有设备都被租走了，连校准工装都一套不剩。陈哥，租赁商说省内所有高精度探伤设备和工装半小时前都被宏远集团包圆了，1台都不往外租，摆明了是冲我们来的。完了，陈哥，设备租不到，咱们这设备根本校不准，这订单铁定要黄了。林宏远倒是消息灵通，咱们刚定的方案，他转头就堵死了路。那现在怎么办啊，陈哥？6天工期，1天都耽误不起。明天一早跟我去成交二手设备市场。二手市场？那地方都是淘汰的废铁，
能淘到高精度探伤设备。能不能有，去了就知道。陈哥，这也是台老机器，看着比咱们仓库那台还破。老板好眼光，这台是大厂早年淘汰的进口款，配件齐全，就是电路坏了开不了机。您要是诚心要，我就便宜处理卖给您。多少钱？这台设备我要了，价格给你翻倍，现在就搬。陈老板也来这地方淘废铁啊，可惜你看上的东西我都要了。赵磊，你讲不讲道理？这机器明明是我们先看上的。哼，市场规矩，价高者得。你们这穷厂子出得起多少钱跟我抢？赵磊，光买回去没用，你修得好吗？陈建军，我可带了专业的维修师傅，总比你个开农村厂子的强。这样吧，咱俩打个赌，半小时内谁能让设备正常开机，测出标准样片精度，设备就归谁，并且按原价买。赵磊，你敢吗？好，赌就赌。陈建军，你要是输了，不仅设备不能要，省外订单也趁早放弃，别在这丢人现眼。还有10分钟，陈哥，那师傅还在查线路呢，满头汗都没找到毛病。你是干什么吃的？连个破机器都修不好。老板，我赢了，按约定，设备归我了。表哥，探头我已经换成次品了，晶片都是残次料做的。那陈建军就算修好了机器，也测不出合格数据，到时候探伤不过关，订单照样黄。探头被调包了，晶片是劣质的，压电系数不够，根本达不到检测精度。陈哥，肯定是赵磊干的，太卑鄙了！咱们现在回去找他。来不及了，工期不等人，回去找他扯皮，最少耽误1天，我们耗不起。那怎么办？没合格探头，探伤根本做不了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订单黄了。陈哥，你不会想用这个磨晶片吧？这工业陶瓷哪能替代原装探头晶片啊？磨差一丝都废了。工业陶瓷的压电系数比原装晶片还高，磨准了，精度只高不低。成了，这精度比原装探头测的还准。陈哥，你太神了！好了，技术问题解决了，大家开干吧。陈哥，不好，参数不对。进近参数被人改了，应力控制点也偏移了，再晚10分钟开机，这根核心轴就彻底废了。是谁干的？咱们下班都锁了门，怎么会有人进来？后墙防盗网被剪了，调监控。是。不是我，是林宏远给了我2万块，我一时糊涂。你知不知道这一根弓箭值多少钱？毁了订单，我们全厂子都得完蛋。想没事儿，就按我说的做。陈哥，这划痕深了半丝，再磨就朝公差了，重做要3天，工期根本赶不上啊。改走刀路径，精磨3刀，把损伤层全部去掉，精度还能保住。真保住了，陈哥，你这计算也太准了。你给林宏远回消息，就说弓箭废了，我们正在赶第2件，肯定赶不上工期。好，好，好，我这就发。苏总，你可别被陈建军骗了，他那小厂子根本做不了省外高精度订单，我看今天肯定交不出货。就是，昨天他的核心工件都加工废了，现在指不定拿什么残次品糊弄人呢。各位可别上当。林总，没凭没据的不要乱说话。苏总是不是乱说话？一会儿验货就知道。要是不合格，你们东船重工也得跟着赔违约金。各位要是信我，现在走还来得及，等会儿测出残次品，丢的可是你们公司的脸。各位，是不是残次品？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各位，请。
各位，这陈介军就是个开农村厂子的，根本没能力做高精度零部件，你们可别被他的花架子骗了。切，样子货而已，精度肯定不达标，尤其是无损炭烧，他们连正经设备都没有。无损炭伤零缺陷，精度超出国际标准2级，这工艺水平比大厂的成品还稳定。陈老板，你的技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公司全年的核心部件订单都想交给你们来做，稍后我们就可以签年度框架协议。陈老板，我果然没看错人。周总，好消息，高端装备制造重点项目开始招标了，标掉10个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工项目。我已经帮你报了名，这可是你跻身行业头部的最好机会。10个亿，多谢周总，这个项目我一定会拿下来。建军，项目的参选细则我拿过来了，首轮是样件考核，3天后截止送件。要做特级合金主轴，精度比上次海外订单还高一级。3天，周总，咱们连特级合金原材料都没备货，全市就那几家供货商，临时调货根本来不及啊！参数要求不低，但不是没法做。还有更糟的，林宏远提前打了招呼，全市所有特级合金供应商都不准给你供货，还要彻底卡紧你的原料渠道。又是林宏远。这专用材料省内就那几家，他一封锁，咱们连料都拿不到，还怎么参选呀？不用找供货商，仓库里那批去年收的废弃合金锭，刚好能用。那批废料，陈哥，那都是大厂淘汰的残料，杂质乱得很，溶出来全是气孔，连普通零件都做不了，怎么可能做高精度主轴？杂质的位置含量我能精准定位，分层提传重熔之后，材质稳定性比新料还高。陈老板，听说你也要凑10亿项目的热闹，我表哥说了，这项目你连初审都过不了，没原料，我看你拿什么凑样件？赵磊，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赵磊，回去告诉林宏远，3天后样件见分销。陈哥，这废锭成分杂，直接熔容易炸炉啊！按我标好的分层投料，出不了事儿。现在就备炉，今晚开熔。陈哥，第1批废锭已经融化了，第1波浮渣排完了，杂质比预想的还多。按我标记的点位排第2遍沙，一点都不能剩。陈哥，温度稳定了，现在排渣吗？排。怎么回事？跳闸了？我去看备电箱。不用去，是有人故意拉了电闸。启动备用电源。陈哥，配电箱的锁被人撬了，肯定是林宏远的人干的。他就是想让溶液冷却报废，耽误我们工期。还好你提前让我们备了备用电源，不然这一炉料就全废了，3天工期肯定赶不上。继续提存，后半天加派人手轮班守着，别出纰漏。一群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没关系，检测大厅我已经打点好了，它的样片就算做出来，也照样过不了初检。林总放心，我保证让陈建军的样片过不了初检。宏远集团是本地龙头，这次肯定稳了。那厂子的来凑什么热闹？纯纯陪跑。乡镇厂子的，你们也来投10亿级项目？对，按流程登记送检。陈老板还真拿废铁做了个样件，等会儿检测不合格，
可别当场难堪。表哥，就他这破样件，能过初检就怪了。内部杂质超标，精度不达标，不合格。不可能，我们自己反复测过的，怎么可能不合格？我就说吧，农村厂子来凑什么热闹，纯浪费大家时间。我要求复检，用大厅的标准校准设备测。如果复检还是不合格，我自愿退出参选。如果合格，刚才的检测结果怎么解释？这精度也太高了吧，比大厂做的还好。怎么可能？林总，看来你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恭喜你进入第2轮现场实操考核。表哥怎么办？他真进第2轮了。第2轮是现场修设备，我提前给设备动点手脚，让他修到一半机床崩裂，直接淘汰出局。本轮考核修复机床主轴故障，限时1小时，用时最短、修复精度最高者晋级。开始。这故障藏得深，没半小时找不出来。陈哥，找到故障点了吗？找到了，主轴轴承磨损，齿轮也崩了1个齿，拿备用轴承和齿轮过来。我修好了，修复精度达到原厂标准，用时21分钟，目前排名第1。陈建军怎么可能这么快？他怎么连仪器都不用就找到了？表哥，我们明明放了钢珠，他怎么没出事？陈建军位列第1，林宏远排在第3，共同晋级。我举报陈建军用废弃合金材料做样件，严重违反参选规则，材质没有任何保障，要求立刻取消他的参选资格。事关重大，我们需要即刻核查，晋级结果暂时保留。接到实名投诉，陈建军团队送检的样件使用废弃合金材料，不符合项目原材料标准。今天开会核实情况。各位评审，他用废定提纯做样件，材质根本没有保障，完全是投机取巧。万一装到设备上出事故，谁担得起责任？必须直接取消资格。没错，用废铁做的零件怎么能用在10亿级项目上？这就是糊弄人！各位，我们的材料虽然来自废弃锭，但经过分层提纯处理，精度和稳定性都优于标准新料，有完整的检测报告。这是材料提纯的工艺说明，还有第3方机构的材质检测报告，所有参数都符合甚至优于参选要求。废弃材料提纯再利用，精度还能超标准，这种工艺我们还是第1次见。各位，就算材料达标，他这种行为也是钻规则空子，不能算。林总，参赛规则只要求成品参数达标，陈建军的样件符合所有标准。我宣布，陈建军以总分第1的成绩进入最终竞标环节。建军，太好了，咱们进最终竞标了。陈总，最终竞标还有3家省外重工巨头参与，竞争难度不小。另外补充说明，项目要求全额垫资建设，周期2年，对资金实力要求很高，您提前做好准备。建军，全额垫资要10个亿，咱们厂子账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万，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啊！10亿垫资而已，不是什么难事。周总，有消息了吗？保证金能不能批下来？建军，林宏远打了招呼，1分钱都批不下来，连供应链金融都封死了，连贷款都贷不到。10亿垫资咱们上哪儿凑去啊？光保证金就要1个亿，账上才几百万。不用找银行，仓库后院那批积压的报废高端机床，里面含稀有金属锒，提纯出来变卖后购交项目保证金。陈哥，你是说那堆废机床扔了快5年了，全是锈铁疙瘩，能提炼出稀有金属？按现在的市价，提纯完最少8000万。8000万也不够10亿垫资啊，还差9个多亿，根本填不上窟窿。保证金够了就行，剩下的钱我有别的办法。陈老板，凑到保证金了吗？我表哥说了，要是凑不齐，趁早退赛，别在这丢人现眼。赵磊，你少在这里幸灾乐祸。对了，忘了告诉你。省外3家巨头已经和我表哥签了联合竞标协议，报价直接压到成本线，你就算凑到钱，也根本抢不过。建军，他们4家联合压价，咱们成本本来就高，这根本没法比啊！他们压他们的价，我们降我们的成本。周总，明天跟我去港城旧设备拆解厂。去拆解厂做什么？找能省9个亿的办法。不仅能凑够10亿垫资，做完项目，我们还能净赚2个亿。你们是来收废铁的？这批设备已经被宏远集团全包了，人家出了最高价，你们走吧。老板，我们出更高的价，这批设备对我们很重要。不行，
林总每年给我几百万的固定单子，我犯不着为你们得罪他。我不是来收废铁的，我只要里面的精密轴承和液压阀组，出废铁3倍的价，拆下来的废铁还归你。这林总那边我没法交代。项目中标之后，后续所有拆解再制造业务，我们都优先跟你合作，利润5/5分。行，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之内必须拆完。张老板，你胆子不小啊，敢背着我表哥卖东西给外人。赵少，我就是卖点废零件。陈建军，你想靠旧零件降成本，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这批设备你一根螺丝都别想拿走。别砸，那是我的东西。不好，液压管松了。我的天，差一点就砸到我了！哎呀，怎么好好的管子松了？看来是你们运气不好啊！到底是运气不好，还是有人故意拧的？赵磊，你心里清楚。你胡说什么？谁没事去拧管子？把刚才摸吊车的人抓过来！赵少，是你让我……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让你拧管子了？赵磊，刚才你指使他砸设备、毁令件的话，拆解厂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赵磊，你差点弄出人命！以后宏远的生意我不做了。陈建军，你敢阴我，咱们走着瞧！建军，还好你反应快，不然今天真出大事了。周总，别耽误时间了，抓紧拆部件，3天内必须运回车间。陈哥，这轴承跳动还不到半丝，精度跟新的没区别啊。这是进口5轴机床，这机床扔在这里多少年了？看来这次我们赚大了。宏远联合3家省外巨头，这次肯定稳了，别人根本没得玩。听说厂子那家也进决赛了，凑够保证金了吗？别到时候连门槛都摸不到。本次10亿高端装备项目采用按标竞价，兼顾方案评分，现在开始唱标。我们报价9亿8千万，我们报价9亿7千万，我们报价9亿5千万。宏远集团联合3家企业，共同报价9亿3千万，保质保量，按期交付。这个价格根本没利润啊！宏远这是打算赔本挤对手。某些人连垫资都凑不齐，还敢来中标，现在脸疼不疼？建军，他们报9亿3，比我们测算的全新生产成本还低，这怎么办？慌什么？还没念我们的。陈建军团队报价7亿8千万。不可能，7亿8千万连成本都不够，你肯定是偷工减料。陈先生，你们的报价远低于行业平均，请你方说明合理性。各位评审，我们采用的是旧设备再制造工艺，核心部件回收提存复用，成本比全新生产低30%，所有参数均符合项目标准，完整方案都在标书里。报价有效，方案待核验。陈建军团队与宏远联合队进入最终环节。陈建军，你别高兴太早，下一环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的核心方案是旧设备再制造，通过回收精密部件复用，压缩成本30%，同时保证所有参数达标。这个方案思路很新颖，成本控制的也合理。建军，他说的怎么跟我们的方案一模一样？肯定是昨晚偷走的。偷来的东西终究是偷来的。陈老板，该你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新花样。宏远刚才陈述的方案是昨晚派人从我办公室偷走的，他们只知道旧部件复用，却不知道提纯工艺和应力校纯方法，做出来的产品根本达不到精度要求。而且这份方案里的核心提纯参数，我故意写错了3组，照着做只会整批报废。你胡说，这明明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方案。是吗？那我请教一下林总，在制造部件的应力控制点有几处？分层提纯的温度阈值是多少？这是完整的监控录像，还有赵磊和内燕的聊天记录，证据确凿。宏远集团恶意窃取竞品方案，违反竞标规则，取消今后所有项目参选资格。陈建军团队方案可行，报价合理，中标本次10亿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建军，我们中了10亿的项目，只是开始而已。陈总，下个月有全国重工装备产业联盟的重点项目启动招商，规模是这个的5倍。组委会推荐你参选，这是邀请函。天盛集团是那个行业领头羊的存在。陈老板，
我是天盛集团项目负责人沈月。50亿重点项目的事儿，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今天来是做现场资质考核的，过了这关，你才能拿到竞标入场券。陈老板，没想到吧？天盛的项目，我们宏源早就深度参与了。你能不能入场，还得看你过不过得了考核。林总，考核就考核，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沈总，我也是为了项目负责。这种农村厂子技术根本不达标，别耽误了项目工期。首轮考核很简单，港区有一根进口重型曲轴断裂，原厂修复要3个月，项目等不及，给你7天时间，修复达标你就拿到竞标入场券。7天，原厂工程师都不敢说这话。陈老板，别到时候修废了赔都赔不起。曲轴在哪里？已经运到车间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陈哥，这断的也太碎了，内部还有暗裂，根本没法焊啊！原厂都要3个月，7天怎么可能？怎么样，陈老板？现在认输还能少丢点人？不用7天，3天就够了。3天？陈建军，你疯了吧？这可是进口特级钢，你以为是焊铁锅呢？陈老板，话不能乱说，要是修坏了，损失你要全额承担。拿焊枪来，开工。陈哥，第1层成了，没裂。陈哥，第2层按原参数来，降10度电流，慢走道。干得好，回头给你打钱。磊哥，不会被发现吧？放心，混在整盘里，肉眼看不出来。停下，焊丝不对。不对，这不是一直用的那款吗？内部杂质超标，焊上去必裂。去仓库拿备用的进口焊丝。陈老板，你别是不敢焊，故意找借口吧？一根焊丝还能有假？是不是假的？你问问你身边这位就知道了。你干什么了？是不是你偷偷换的？我不是故意的。林总，考核现场搞这种小动作不太合适吧？沈总，是我管教不严，我回去一定重罚他。陈哥，不好了，裂了！我就说不行，焊道应力太大，再焊下去整根曲轴都得废。陈老板，停手吧，再焊损失更大。不用停，这是正常应力释放。拿气动锤来，沿焊道两侧锤击消应力。陈建军，焊裂了你就瞎敲，难道你觉得敲2下裂缝就能回去？简直是胡闹！陈老板，这种低温时效工艺，业内很少有人用，你有把握吗？沈总别急，再等2小时，焊伤见分晓。陈哥，这办法能行吗？我心里直打鼓。陈哥什么时候错过？等着瞧。沈总，裂纹全消了，焊伤零缺陷，精度比原厂标准还高，真的做到了。陈建军，这还不到3天，你就修好了？不可能，肯定是检测错了。林总，要不要再测一遍？陈老板，第1关你过了，接下来是第2关。厂区有一条闲置的老旧生产线，3天内改造完成，产能翻倍。就算你通过全部考核，沈总，我看不用等3天了。陈老板技术这么好，肯定没问题。陈建军，你给我等着，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的设备全都变成哑巴。磊哥说，用旧热铝击穿核心芯片，伪装成电压不稳烧的，别留痕迹。陈哥，不好了，电控板烧坏了，这怎么办？原厂发货要1周，现在电控板坏了，3天工期根本等不及啊！哎呀，怎么回事？好好的电路板怎么烧了？陈老板，这可太不巧了，看来是老天爷都不想让你过关啊！去仓库把备用元件箱搬过来。陈建军，难不成你还想自己修电路板？这可是进口数控系统，烧坏了根本修不了。沈总，他这就是瞎糊弄。进口系统有加密程序，换了芯片也用不了，到时候还得烧坏整条线路。再等等看，陈哥，加密程序能解开吗？原厂留了调试后门，不用解。陈建军，我劝你别按，
要是按坏了，损失更大。陈哥，启动成功了，运行速度比原来还快。陈总，你不仅修好了，还优化了控制程序。陈总，我顺便改了一下传动参数，产能还能再提2成。陈哥，沈总，产能达标了，比原来翻了1.2倍。2天半，提前完成改造。陈老板，你确实超出我的预期。我宣布，陈建军团队通过全部考核，正式获得50亿项目的最终竞标资格。建军成了！等一下，陈总，我有情况举报。林总，你这次又是找的什么理由？沈总，陈建军改造用的原件都是2手拆接货，质量根本不达标，他这是严重违反考核规则，应该直接取消资格。陈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要拆机核验。如果属实，不仅要取消你们的资格，还要追究相应的商业责任。各位，陈建军一贯喜欢用废铜烂铁以次充好，之前的样件就是废定做的，这种人根本不配参与50亿项目。林宏远，你少血口喷人！我们的原件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沈总，检测结果出来了，所有原件参数全部符合全新件标准，耐磨度甚至优于原厂件。林总，你的检测报告是假的。沈总，这是昨晚车间外的监控录像，有人翻墙进来砸坏我们的电控板。还有林宏远和检测机构的转账记录、伪造报告、恶意破坏考核的证据。宏远集团恶意干扰考核、伪造检测报告，从今天起永久纳入天盛集团供应商黑名单，所有合作全部终止。沈总，你听我解释。你可以走。陈老板，恭喜你，正式拿到50亿项目的最终竞标名额。下个月项目发布会，我们期待你的方案。陈老板，我们有一笔100亿级海洋工程装备订单，将独家交给你们来做。下周我们专程过来谈合作。可以，我等你们。老鬼，帮我给陈建江的原材料和物流上做点手脚，价钱随便开。我要他的50亿项目彻底黄掉。林哥放心，本地合金经销商我熟，港口货拜那边也有人。陈哥，不好了，所有原料供应商集体断供。港口那边也发来通知，咱们的进口设备被扣了。陈哥，全核实完了，全市8家合金供应商统一说没货，一家都不肯卖。港口那边也来通知，说咱们的进口设备手续存疑，要暂扣核验，最少等半个月。半个月？50亿项目10天后就要进场，设备不到位，生产线开不起来，工期直接就炸了。我们的手续全是齐的，这件事摆明了是林宏远在背后搞鬼。陈老板，听说你最近焦头烂额啊？原料买不到，设备被扣，这50亿项目，我看你还是趁早放弃，别丢人现眼。赵磊，是不是你和林宏远串通好的？周总，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人家供应商没货，港口按规矩办事，跟我们宏远有半毛钱关系。陈建军，想让我表哥给你条活路，你就退出50亿项目，再把省外订单让出来，他帮你说情，原料和设备都给你放行。回去告诉林宏远，想让我退。不可能，陈建军，别给脸不要脸，没原料没设备，我看你拿什么开工？建军现在怎么办？供应商全被封死了，港口那边咬死不放，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项目黄了。周总，设备的事儿我去港口解决，你带人去周边废旧金属市场转一转。废旧金属市场，那地方全是废铜烂铁，能凑出项目用的特级合金？能不能用，去了就知道。林总放心，手续我压死了，最少扣到半个月。这下看他怎么办。张经理，我们的设备所有报关手续都齐全，你们凭什么暂扣？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有人举报你们设备夹带违规配件，必须开箱核验，流程走完自然放行，急也没用。谁举报的？核验周期具体多久？举报人保密，核验最少15天，等着吧。哟，陈老板也在这儿，不会是设备被扣了吧？我早就说过，跟我表哥作对没好果子吃。赵磊，肯定是你搞的鬼！
话可不能乱说，我就是来谈正常业务的。张经理，现在就开箱核验，如果没问题，我要求你们立刻放行。不行，核验要走集团审批，不能说开就开。3号堆场第7个箱子，箱号尾数379，里面左上角放了一包标注违规的工业配件，不是我们的货。我说的对不对？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还能偷吃箱子不成？是不是胡说？开箱就知道。里面如果没有，我认罚；里面如果有，恶意栽赃扣押货物的责任谁来担？不开箱也行，我现在就联系你们集团总部，把情况同步过去。别，陈总有话好说，可能是下面人搞错了，我这就安排人开箱核验。这，张经理，真有一包配件，跟举报的描述一模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就要问赵磊了。这批货进港当天，只有他的人靠近过这个箱子。你什么时候装的监控？从你派人动手脚的时候，我就盯着了。赵磊，你敢利用我栽赃客户？以后宏远的货我们港口不接了。不是我，是我表哥让我干的。张经理，设备我们现在提走，栽赃的事儿我会找你们集团总部追责。是，我们马上安排调装，立刻放行。以后您的货优先靠港，优先卸。建军，还好你提前盯着，不然真被扣半个月，工期就全毁了。原料那边还没消息怎么办？去城东废旧金属市场。老板，所有合金废料我全要了，价格翻倍，一根都不许卖给陈建军。林总放心，我肯定不卖给别人。陈老板也来淘废铁啊？不巧，所有合金料我都包圆了，你白跑一趟。陈建军，别找了，整个市场的好料都在这儿，那堆垃圾是没人要的。这是稀有合金板材。老板，这批料怎么卖？这堆是没人要的废板材，氧化层太厚，加工不了，一直堆着占地方。陈建军，你疯了！这堆氧化废板连普通零件都做不了，你买回去当废铁收啊？能不能用，我说了算。老板，这批料我全要了，按市场价收。建军，这氧化层看着快半厘米厚了，磨掉之后还能剩多少？能用吗？周总放心，氧化层只有2毫米，磨掉之后，材质纯度比新料还高，提纯之后刚好够50亿项目用。老板，这批料我也要了，我出双倍价。林总，这是陈老板先问的。林总，讲点规矩，先来后到，可是你刚才说的。行，算你狠。就算你有原料，运输路线我也全封了，我看你怎么运回车间。哼。老鬼，跟赵磊带几个人去城郊老路堵着，把路给我封死。我要让这批料烂在路上。陈哥，前面路口被几辆货车横死了，过不去。绕乡村便道。陈建军，我看你往哪跑！今天这批料你别想运回去。陈哥，前后都堵死了，咱们被困住了。赵磊，堵路截货有点过了。过？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今天这批料你运不回去，50亿项目你也别想碰。陈建军识相的就把料留下，自己滚回去，还能少受点罪。赵磊，你堵路截货的视频我已经同步给省内物流行业联盟了，恶意拦截营运车辆，扰乱物流秩序，足够把宏远集团彻底拖下水。陈建军，你敢阴我？赵少，真要是被全行业拉黑，咱们以后原材料和成品都运不了了。陈建军，算你狠！我们走。建军，
原料和设备都齐了，50亿项目可以正式进场了。涉外客户也到了，明天就可以签那笔100亿海洋工程的订单。周总，别激动。陈老板，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沈总？重工产业联盟要制定新的行业自律技术标准。林宏远联合了6家省外重工企业，联名提议把你的再制造工艺排除在合格工艺之外，想彻底把你踢出核心市场。一旦提案通过，不仅50亿项目要重新审核，你手里的所有订单都会受影响。想踢我出去，没那么容易。标准制定会什么时候开？下周3，他们人多势众，你这边既然他们要定标准，那这个标准就由我来定。陈老板还真敢来，今天的会就是专门议你的再制造工艺，来了也是自取其辱。赵磊，你们凭什么私自提议新的工艺？真把联盟当成是你们家开的了？凭什么？凭全新件生产是行业公认的规矩，你的废铜烂铁再制造就是偷工减料，坏了行业风气。再制造确实没保障，万一出事故谁担责？就是，咱们一直用全新件，犯不着为了点成本冒风险。林总，陈老板的再制造工艺经过多个项目验证，精度和寿命都优于行业标准，不能一棍子打死吧？沈总，天盛集团不会也被他忽悠了吧？这种歪门邪道，你也要替他说话？本次会议专项审议再制造工艺准入标准提案，支持方与反对方依次陈述。我代表7家联名企业陈述，再制造工艺材质无保障，安全无溯源，建议直接排除在合格工艺名录之外。建军，他们人太多了，这么下去提案直接就过了。支持率过半，我宣布。等一下，各位，这3份事故件断裂原因都是零件本身存在内部暗伤，和再造工艺无关。每一件的探证数据都在这里。你拿全新件本身的残次品事故抹黑再造工艺，站得住脚吗？原来事故是零件的问题，那林总这是误导我们啊！陈建军，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再制造就是比不上全新件，这是行业共识。主持人，我申请特聘专家到场，现场做性能对比测试，用结果说话。同意现场测试的，请举手。现场取双方样件做强度、疲劳、耐磨3项测试，2小时出结果。表哥，都安排好了，测试样件咱们已经提前换过了，做得好。1号样件3项指标刚达标，2号样件各项指标超出标准3成，性能优于全新件。2号是陈炼军团队的样件。不可能，他的废铜烂铁怎么可能比全新件还好？肯定是你们测错了。林总，我们的设备都是校准过的，结果不会错。就算数据好又怎么样？你的工艺没有大规模量产验证，稳定性没法保障，照样不能进标准。对，量产和实验室不一样，不能算。经过审议，决定3日后对陈建军团队的生产基地做实地量产核查，核查通过则纳入标准名录。3日后核查。老鬼，今晚去陈建军车间，把核心加工机厂主轴打坏，我要他核查当天的生产线彻底停摆。陈老板，我们今天实地核查量产产能和工艺稳定性，请启动核心生产线。好。不好，主轴卡死了！怎么回事？昨天试机还好好的。哎呀，怎么关键时候机床坏了？陈老板，你这生产管理也太不到位了吧？就是核心设备说坏就坏，量产稳定性根本没保障，这种工艺怎么能进行业标准？陈老板，核心设备无法运行，我们没法核查量产数据。给你10分钟，修不好，我们只能判定核查不通过。别！我们马上修，再给点时间。修？进口机床主轴卡死，最少修1周，总不能让我们等1周吧？规则就是规则。陈哥，主轴崩了3个齿，原厂配件要半个月才能到，肯定赶不上核查了。不用原厂件，去仓库拿上次拆解厂收的备用旧主轴。建军，那根旧主轴放了好几年了，能用吗？别到时候更糟。精度够，装上就能用。哼，陈建军，你疯了！核查现场用旧主轴，你当核查团队是傻子？用旧主轴替换，这也太儿戏了。我倒要看看你装上去能不能转起来。
陈建军，这次你死定了！陈哥转起来了，跳动精度不到半丝，比原厂新主收还稳。真的做到了，旧主收精度比新的还高。再制造不是简单翻新，是通过应力校纯优化性能。这根旧主轴经过处理，使用寿命比新主轴长2成。设备没问题了，接下来测量产能和合格率。产能达标，合格率99.8%，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陈老板，你的再制造工艺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不可能，这数据肯定是假的，你们肯定提前做了手脚。林总，我们全程现场观看，数据做不了假。陈老板，我们公司想着跟你合作再制造项目，后续能不能约个时间详谈？我们有一批旧设备想改造，麻烦陈老板给个方案。陈老板，实地核查通过，你的工艺正式纳入行业合格标准名录。另外，联盟组委会想邀请你牵头制定再制造工艺的细分标准。建军，牵头制定行业标准，你成行业标杆了。表哥，好多合作商听说我们被联盟点名，都要解约，上游供应商也开始催款，资金链快扛不住了。陈建军想当行业龙头，我不会让他如愿的。我宣布将再制造工艺纳入行业标准，标准牵头人陈建军，有请陈建军先生上台致辞。工业发展靠的不是固步自封，是技术迭代；再制造不是降本妥协，是精度和寿命的双重升级。等一下，我有重要事情宣布。这位是国际重工产业商业协会的代表，他们带来了国际通用的再制造标准，比国内标准严格3倍。你们的本地标准不符合国际要求，想参与省外项目，必须采用我们的标准，按降支付专利费。陈建军，你牵头的本地标准在国际上一文不值，有本事就跟国际标准碰一碰。陈先生，国际标准打压本地标准，你怎么回应？请问专利费收费标准是多少？陈老板，国际协会掌握着省外项目的准入权，得罪了的话，国际标准刚好，我也想跟你们比一比。同规格工件用各自的工艺做，比精度、比寿命、比成本，谁赢了，标准听谁的。哼，自不量力。以我们的技术积累，你拿什么比？7天后现场比试，不敢的话就带着你们的标准回去。林总，7天后的测试，我们用特制腐蚀剂提前注意陈建军的工件，到时候工件必裂，彻底身败名裂。做得好，这次我要他永无翻身之日。建军，国际标准可是行业里的顶级标准，他们还不知道藏了什么阴招，咱们能行吗？周总，别慌，我们不仅要赢，还要让我们的标准走向国际。省外方是国际顶级团队，手握10几项专利，陈建军悬啊！可不是嘛，国际赛场不比国内，没那么好混。本次国际再制造工艺比试共设精度、寿命、成本3项考核，综合得分最高者获胜，其工艺纳入国际标准参考名录。陈先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免得等会儿输了难堪。国际赛场可不是国内小打小闹，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差距，谁输谁赢，比过就知道。哼，就这几滴，神不知鬼不觉。陈建军，今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怎么了？没事儿。腐蚀剂已经到位，等会儿精度测试它必裂。做得好，这次我要彻底断了他的路。我总觉得他没安好心，一会儿会不会出幺蛾子？放心，跳梁小丑而已，不足为惧。外方工件跳动精度0.8丝，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听到了吗，陈建军？这才是国际标准，你那套废铜烂铁工艺比得了吗？0.8丝确实厉害，咱们业内很少能做到这个精度。表面存在微裂纹，精度不合格。我就说他偷工减料，这种工艺也敢来国际赛场丢人。裁判先生，这种水平的工艺没有资格和我们比试，直接判我们赢吧。不可能，我们加工的时候反复测过，绝对没问题。等一下，裂纹只有表面0.1毫米深，
是被人用特制腐蚀剂处理过的。我申请取样化验，同时调取加工区的监控录像。弓箭表面检出强腐蚀成分，监控显示此人赛前接触过坯料。宏远集团方恶意干扰比试，第1项成绩作废，该项满分记给陈建军方。陈建军，算你狠！第2项疲劳测试，我们有纳米镀层专利技术，你赢不了。那我们就试试看。看好了，我们的纳米镀层专利技术寿命比普通剑高5成，行业最高水平。陈建军，你拿什么东西和我比？陈建军，专利壁垒懂吗？这就是国际巨头的实力，你一辈子都追不上。120万次，已经远超国际标准了，太厉害了！这下陈建军肯定输了，120万次根本追不上。中方车件210万次出现裂纹，寿命超出外方75%。不可能！再制造件怎么可能比全新镀层件寿命还长？应力校准再制造技术能彻底释放材料内部残余应力，使用寿命是全新件的2倍。你们的专利过时了。3项考核，陈建军方全部胜出。我宣布，本次比试陈建军团队获胜。不算数，他肯定作弊了。林宏远先生，你公司涉嫌多次恶意商业竞争，请配合我们的商业合规调查。建军，好消息，比试赢了之后，省外订单雪片一样飞过来，已经排到后年了。还有，国际重工产业联盟正式邀请你牵头制定全球再制造工艺标准，这是聘书。陈先生，最终处理结果出来了，宏远集团因多次恶意商业竞争伪造检测报告，正式将他们的所有合作渠道同步关停，即将被执法员带走。表哥，供应商全断了，合作商也都解约了，公司撑不住了。真是自作自受，好好的路走成这样。陈总，还有个事儿，宏远集团旗下的厂房和设备都挂牌转让了，地段就在咱们产业园旁边，你要不要接手？接过来，改造成绿色再制造基地，把产能翻3倍。从农村小厂到全国龙头，建军，你真的做到了。这只是第1步，我们的目标是全球。荣获本届全球重工年度人物，同时也是全球再制造标准总签手人的是陈建军先生。工业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技术封锁和壁垒，而是靠开放和共赢。绿色再制造是未来的方向，也是华国给世界的答案。陈先生，我们希望引进您的技术，共建省外生产基地。我们愿意加入华国标准体系，共同推动行业升级。欢迎合作，共赢发展。建军，从当初的小厂子到现在的行业龙头，这条路走得真不容易。谁能想到，当初被全行业排挤的再制造工艺，现在成了国际通用标准。工业这条路没有终点，我们还要走得更远。